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可爱的泡泡。作为数码区最不靠谱的 Apple， 我呢，今天呢是想跟各位来唠嗑一下苹果准备要发布的新品，最后再夹带点私货。视频不长，但是干货很多。当丁当仔准备抬黑了。时间原因啊，4款新的 iPhone 的机模啊，已经全都到我手上了，2台大的和2台小的，唯独缺了 mini， 因为从今年开始啊，应该不会再有 mini 款了。结果我有个很喜欢 mini 的朋友啊，准备去买13 mini 了。Thank you all for joining us. 首先看到屏幕尺寸啊，跟上一代是一样的。今年最大的变化应该就是 Pro 版本的这个感叹号屏。左边这个大一点的挖孔呢，放的应该是变得更小的 Face ID 的模组。右边这个较小的位置呢，应该放的是前置。至于普通款呢，会继续沿用 iPhone 13的小刘海，并且依然不支持高刷。2台手机有多像？这该不会拿13的机模来忽悠我吧？长得一模一样哎！我来问一下大家 ，iPhone 这1200万像素已经用了多少年了呢？答案是7年。苹果从6S 开始啊，就一直用到了现在。无论隔壁整什么蔡司、徕卡联名啊，库克不把1200万的库存给清完啊，那都不带换的。Thank you for joining us. 然后再看看背面的这个摄像头啊，说实话，我其实不太喜欢去年 Pro 的摄像头的设计啊，因为实在真的是太大了，放在背面看起来呢，就有点像发育不良似的。不过今年 iPhone 的相机终于要升级了，传闻 Pro 版本的 iPhone 会用上1.28%的大底 CMOS 啊，这个尺寸呢，确实就挺像小米12系列了。这他妈的绝对是捣乱的是吧？具体的型号呢，大概就是索尼 IMX700系列。Pro 的 iPhone 啊，换了这颗传感器之后呢，就会拥有4800万像素的主镜头，可能是再差也得拉个垫背，好像也不是那么难受啊。配色方面啊，虽然机模只有2种颜色，不过除了常规的配色以外呢，今年猛男最爱的粉色啊，就彻底的拜拜啦。取而代之的是一款新的紫色。猛男粉不行，基佬紫就可以啊！你说库克这是咋想的？总之呢，外观啊是整不出什么大变化的。镜头呢依旧是凸，边框依旧是致敬 iPhone 4啊，倒不如来看一下 iPhone 14里面的变化。很多人都说今年只有 Pro 版本的 iPhone 才会用上全新的 A16的芯片，普通版呢继续会用 A15。不过你说这样搞的话，那 iPhone 14要卖给谁呀？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. 我觉得吧，全系应该还是会上 A16的，这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相反，苹果的传统美德应该会整一点小小的差异来膈应一下大家。比如 Pro 版本的 iPhone 会用上更为先进的6GB 的 LPDDR5 内存，而普通版呢继续用4GB 的 LPDDR4X。根据极客湾的测试啊，即使苹果在这几年用的是 LPDDR4X， 跟安卓那一票 D5 的旗舰比呢，性能还是不差的。不过隔壁安卓的 D5 都快用到报废了，难道母公司的说法又不是不能用，是吧？今年另外一款全新的热门新品就是 AirPods Pro 了。去年6月份，苹果推出了无损音乐不过苹果家的耳机通通都不支持哪怕你买了4399这个大冤种一样打妹。为了支持这个无损音乐于是全村都把希望寄托在了第2代的 AirPods Pro。新款的 AirPods Pro除了会继承 AirPods 3上面那颗皮肤传感器以外呢，还有一枚算力提升了2倍的全新 HL 芯片。这些多出来的算力用在降噪上应该会有很大的提升。外观方面很多人都希望苹果能够把耳机的这个耳机柄给去掉。刮到了。但是这根耳机柄没那么简单，它除了有电池之外呢，还有实现 AirPods Pro 交互逻辑的那个压感区域，以至于耳机为什么不容易掉也有这根贴在脸上的耳机柄的功劳。所以想去掉这根耳机柄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了。除了耳机和手机之外呢，这次的发布会还会有全新的 iPad Pro 和入门款的 iPad Air 呢，应该暂时不太会更新了。iPad Pro 系列是常规的 M2 芯片的换代至于很多想要上 Mini LED 的11寸 Pro 版本，根据供应链的消息应该是没有这款 iPad 的。相反，未来很可能会有一台玻璃后盖加上 MagSafe 充电口的14寸 iPad。至于很多学生党们关心的入门款的 iPad， 库克今年玩起了套娃，初代 iPad Pro 的模具继续用，然后把 A14USB-C 通通塞进去就成了新款的 iPad。再来预测一下价格很多人都觉得今年的苹果会涨价，
不过从 iPhone 11开始，苹果已经连续降价3年了。如果今年再涨价的话，那只能用美元印太多给苹果洗地了。最后就是来说一下夹带好的私货啊，之前有人在 iOS 系统上发现了 Reality OS 的代号，那个时候呢就有分析说这是苹果穿戴设备露出的蛛丝马迹，但是跟苹果汽车一样啊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都还是那些虚无缥缈的传言。LG 和三星呢都给苹果的头戴设备开发显示技术 ，LG 起步的早一点，所以明年1月份就应该能出货啊。既然供应链都有消息啊，那大概率在明年3月份的春季发布会上啊，苹果眼镜或许会正式的发布啦。Thank you for joining us. Stay safe and take care.